今天的收工非比寻常，这一收就是长达3个月的休市。夏季鲮鱼品质不太好，14年前，2位鱼蛋火锅店老板决定，与其空耗灯油火蜡，不如秋风起，再战江湖。哎，有一季啦！天氣涼下來了，終於盼到開工。徐富天起了個大早去拿貨。我一般都係4點5點鐘啦，50分鐘左右啦，過嚟呢邊。呢邊咧佢生水多嘛，所以佢嗰個魚嘅質量係比較好啲嘅。得啦，都打啊！有幾大條到啊？個有斤嘅。啱啦，我哋都啱用，大條咧就冇用。196，196，哇！工人们个个练就徒手快抓的本领。2個多小時，近1000斤魚已經收完，總算輪到天哥收貨了。153生靈皮啊，153生靈皮，揀受乾皮嘅嚇。好。喂，氣堂晏咗少少啊，好苦啊今日。黃埔南港位於珠江口和東江支流的交匯處，過去距離這兒沒有多遠的野地，已經在這10多年裡變成了金融城。但這家年代久遠的老店面，依舊是一副臨時大排檔的模樣，典型的老廣務實做派。魚翻到嚟，快啲快啲，硬咗啦！開工！300幾斤今日攞咗，得2個鐘啦，2個零鐘啦。從增城一回到店裡，天哥就馬不停蹄地開始招呼大家幹活。後廚鐵棚架下都在忙着拆魚，將鯪魚湯開分類。用來打邊爐的鯪魚並非越大越好，嘴刁的老廣指定要吃3寸筋，也就是身長3寸左右的鯪魚。你好，你哋有位未啊？喺度一齊㗎嘛？啊，嚟唔嚟坐坐？好，魚蛋同魚包都要半斤。好，上菜。現在一上午處理好的魚肉已經就位，準備接受食客的檢閱。廣東人認為，比鍋底更重要的是一個鮮字。看到一鍋清水涮肉，那是本土火鍋的高端局。南港魚蛋火鍋的鍋底正是清水。魚如果唔夠新鮮，你清水鍋一食就食出嚟嗰個鮮味嘅，一入口就知道。魚蛋，魚蛋啊？冇錯。半斤魚蛋好食喎。要半斤啦，冇錯嘅。好。最受食客追捧的魚蛋尤其費功夫。合作牛肉丸靠打不同，魚蛋講究的是踏，即反覆用力摔打。把握好手劲儿和時長，踏出來的魚蛋才會爽滑彈牙。一般咧係我哋重起嗰時咧就唔超過20下。經過師傅手踏，到魚肉自然起膠成虎掌狀，把魚青放入掌心，用力往虎口稍稍一擠，一枚豬腰形的魚蛋就誕生了。做得好的魚蛋入水不沉，因為裡面含有適量空氣，這也是它吃起來爽滑的原因。粉紅色比較靚啲，即係蝦肉紅嘛，我哋叫。無論煮多久，都是雪白軟滑，入口爆汁，鮮嫩中略帶 Q 彈，那是唇齒之間極限的體驗。除了魚蛋，另一款傳統美味是魚包。魚包其實是鯪魚火鍋的前身，它和雲吞長得有點像，但是外皮必須用鯪魚肉製成。
起胶后擀成 A4 纸那么薄，以刀尖画成三角形。鱼包的馅料也是鲮鱼肉，刮肉做馅儿，再加上冬菇、腊肠、腊肉、葱等配料，各加比例不同，風味不同。魚包係有條尾嘅，即係打嗰個皮咧，佢係三角形啊嘛，剩翻嗰條尾梗係拉出嚟嘅。阿天喺廚房啊，得閒就叫佢出嚟飲一杯啦。我啱啱見到佢啊嘛，好。呢個係炸魚肚啊！呢個好鬆快一個，呢個好多人食嘅，炸唔切。食材选手们讲究出场次序不能乱，涮几分几秒也早已计算清楚。肉丸开场，下水随后，然后是鱼肉和蔬菜。鱼肉做的面条，也就是鱼面，充当主食兜底，软滑带爽，又是一种不同的口感。多謝哥哥，大哥啦，用一手教佢做，呢樣嘢㗎啦，魚蛋就教佢做嘅。因為技術是從舅舅手上學會的，不過製作南港魚蛋的整套手藝，還得從祖輩3代說起。我爺好似做㗎啦，我外公咧又係做得好出名嘅，南江都係一自傳過嚟啦。今天過節，天哥準備回趟老家。呢啲班點賣㗎？有啲係炒龍蝦豆啫。阿叔買咗啲餸翻嚟過應節加餐我哋。哦，好啊。叫爸爸。唉，乖啦乖。哇！大佬啲花樹苗咁靚嘅，仲得？你話靚唔靚啦，唔理得你嘅。三兄弟之中，大哥退休後過起了田園生活。啲番薯苗係炸嘅，靚啲嘅。翻嚟食飯啦，你兩個。翻嚟食飯啦。喂，上菜食飯。埋位。阿媽準唔準啲飯食咩？阿珍姐，我諗。啱口味啊！哇！呢啲魚蛋汁啊！阿叔公做㗎，叔公大老爺。一隻都咁大個人。轉眼到了12月，正是鲮魚最肥美的時節。火鍋店每天處理魚的數量要比平時多幾倍。生上魚皮好。我哋兩拍檔拍檔咗10幾年，都半個家都未咬過嘅。即係分工咧，就佢負責去市場攞菜，我就負責攞魚啊嘛。我哋分工分得好好嘅，翻到嚟咧就一齊做嘢㗎。好嘅。醇厚的人情，舊時的滋味，就這樣在兩位好兄弟的手中繼續傳承。咁咧開咗咁多年咧，都係啲老搭檔、老街坊熱熱鬧鬧啦，好滿足㗎啦，係咁樣。咁啊，繼續做落去啦，做到做唔到為止啦。黃浦江邊摘去鮮花，長出大廈。唯有這一鍋傳統的魚蛋，在膠圈豉油的加持下，按時和老廣們一期一會。62歲的黃海榮養了300多頭海南黑山羊，是揭陽惠來縣小有名氣的羊倌，人稱海南。找一點鹽巴。鹽含氯和鈉，能維持酸鹼平衡，是山羊生長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。黃海榮按需投喂。因為它的體力嘛，它這個羊肯定要吃鹽的，不吃鹽不行的。補充完鹽分的黑山羊會有更多的時間來跑山，這樣才能保證運動量，讓肉質結實。羊兒們下午1點準時放風，
一进山就四散开来。都對啲湖啊，只腳對曉。夫妻俩必須分開行動，精神高度集中，隨時保持警惕。你看，都被狗鳌拜拿。好，我問他那邊有沒有羊，他說沒有，羊全部到這邊來了。肯定要一個人在前面，一個人在後面，不要給他吃人家的農作物。除了擔心羊兒搞破壞，還得提防羊群在山裡的天敵。要看那個羊，不要給那個蛇啊、什麼野獸吃啊。羊都給它吃了多少頭了？很大的那個蛇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放大給你看，這個是羊的肚皮，蛇，看見嗎？很快的，幾分鐘不發現，那個羊都沒了。東山羊喜食野草和灌木，高處的樹葉更是美味的加餐。它們的個頭和廣東本土黑山羊差不多，體重在20到30公斤。立耳、倒八字腳是海南東山羊的標準外貌。被叫海南這個花名，不僅僅是因為黃海榮養的是海南黑山羊，還因為他是廣東在海南插隊知青的後代。30年前就在海南，30年後是在未來。本來這裡都沒有人養這個羊的，100%就吃那個樹葉的，出生到賣起碼要2年多，肉才30多斤左右，不過它的肉的味道才好。海南東山羊肉嫩汁香，帶有淡淡的鮮甜味兒，和追捧鮮字的老廣一拍即合。10餘種香料藥材配出來的清補涼底，將羊肉湯底打上老廣的標籤。南派火鍋的精髓還在於對蘸料的極致追求，為了調味能用上近20種材料。花生油內先入些肥豬肉，增添汁香，放入蔬菜慢熬，去渣後放入黃豆醬和腐乳主打的混合醬料，不停攪拌，熬至油與醬料充分融合，再下入腰果、蒜酥打成的粉料，增加馥郁的堅果香氣，最後再來點秘製的芝麻油提香，這耗時費力的蘸料才算完成。美味的羊肉凝聚着養羊人的辛勞，羊場裡黃海榮夫妻倆又忙活開了。說一口流利揭陽話的周慧球其實是海南人，與黃海榮在國營農場裡相識相知，結婚後跟着丈夫回到惠來，但適應的過程遠比預想中來得艱辛。以前要來的時候，人家說不用上去啦，反正上去不了1-2個月又要回來的，我說不可能。沒想到來的時候真的，哎呀，很差，不跟我們海南農場那樣，很不習慣的。想過上好日子，只能靠自己。周慧球去過工廠，跑過工地，也和老公一起開過客運車。直到10年前，兩人想到海南老家常見的黑山羊，從此山上的這一組簡易棚屋就成了扎根穩定下來的家。他就很勤勞，嘴巴就太厲害，行正行得都就你知道嗎？這條拖要不要？啊。截羊也過來抓，那我們的羊種好嘛，他看到我的抵抗力好嘛，那海陸豐也有過來，他說你們的羊好養。好吃的山羊總是供不應求，越來越多本地農戶上門求教。小蛋啊，小蛋如果要不要就買小蛋啊？哎呀，你規定給個小蛋，壓先。而且好夾哦。就出格。
这还帮了，这卡水。小羊羔大概2个月出脚，3个月断奶吃草后，就可以离开母羊，独立生活了。細陣咧，等你要回家買這個的幫手家伊俾老主家咩做工的嗬。好，這樣好，我哋再沙發。這。辛苦30年，靠着养羊，夫妻俩终于在这片山脚下有了一套自己的新屋。新居虽好，但阿姐知道，羊场才是妹妹常待的大本营。看着操劳的小妹，姐姐忍不住唠叨：“我個了數路能多好那路就無種多都緊靠啦嗱，但係話女隻噃面上滿了了對喎，隻好好啲嘅，啲唔啲開玩笑嘅咯，阿志啊！”離家30年，各有各的生活，姐妹俩聚少離多，難得的埋怨和叮囑都飽含着情意。安居是件大事，亲友们歡聚暖房。這是我的老婆的姐姐。我是老大，她是老二，變化很大，很開心，很高興。這樣子看到她的時候，這麼有一種欣慰這樣子的咯。各位親兵啊，感謝大家來參加，好，我們這好。防止建功勞是這個的。不會辛苦，很好。臨近冬至，羊肉館的生意十分興旺。黃海榮顧不上親情團聚，趕着給老主顧送羊。東山羊皮色灰白，表皮雖薄，但十分堅韌，膠質十足。高溫炙燒能徹底清除殘留在羊皮上的毛髮，破壞汗腺，去除膻味。同時，羊皮在高溫下會迅速收縮緊緻，烹飪後就能產生酥彈軟糯的口感。本地羊肉火鍋店哪怕只做晚市和宵夜，下午5點半就開始客似雲來。精通養生的老廣認為，羊肉是冬令補虛佳品，滋補防寒。嶺南的冬日短暫，養生時不我待。高壓鍋內放入沙參、玉竹、甘蔗、玉米等打底，搭配獨家秘製的滷料包，鋪上焯水處理的羊肉，加入清水，淋上黃酒去腥，上火燜煮25分鐘。等到羊肉軟爛，就可以放進沙包，等待最後的料理。蔥段、金不換和白蘿蔔打底，放入羊肉，再撒入芹菜粒兒、紅棗，點綴上香菜，澆入湯汁，用炭火慢煮，最適合寒冷的冬天了。自家羊肉，本地火鍋，是海南夫妻倆一定要推薦給姐姐的。阿姐有呢好食，食給你。那啲能夠有香火俾我，能夠有好食。一小店，就是如果愛經常留宿，還能難來講。姐姐的來訪是冬日裡的一抹溫暖，讓夫妻倆想起青春時代的遠方。但賣羊季的到來，讓夫妻倆像緊密咬合的齒輪，日復一日的轉動，無法停歇。手停口停，老廣堅信勤奮就有回報，唯有勞作才能讓日子熱氣騰騰。老廣喜歡說同撈同包，意思是在一個鍋裡吃飯，一起打拼。火鍋宛如生活的精妙隱喻，清淡鍋底是務實的底色，食材豐富是生活的多彩。圍坐涮鍋，積極務實，火鍋便是平淡生活的詩與慰藉。柳州憑借一碗螺螄粉聞名天下。這裡除了螺螄粉，還有豬肉脯、
五彩粉饺、糯米饭、水油堆、孜然小鱼干，美食纵横，可以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。不过，要想吃到从螺蛳粉演变出来的另一种美味，那就要等到夜市开锣了。晚上9点，柳州人的夜生活按下启动键。Hello，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在柳州风情港夜市卖螺丝鸭脚包。吴红，这个4平方米夜摊的掌舵人。好的，记得点关注啊，朋友们。老公，等下一个炒鸭脚打包的，一个炒田螺和炒螺蛳粉都打包，听到吗？好。记得。旺哥既是老板，更是后厨核心。至于这位忙碌中略显悠闲的大叔，则与这档口的名号密切相关。哦，再加点红油，更加好看的。多放2颗了嘛，更加吃得舒服点，不要咁小气。到了，我验了早点，你回去。你的螺丝鸭脚包上餐了。好，谢谢。螺丝鸭脚包看着其貌不扬，但吃一口一头汗，吃到酣畅淋漓，已经不在意此时正逢盛夏，也不会留意原来已经一口气吃到了凌晨。螺丝鸭脚包的源头来自螺蛳粉，在过去，大家吃螺蛳粉总爱搭配各种小食，久而久之，螺丝鸭脚包应运而生。以前在80几年的时候，在那个大码头，刚开始是卖一碗一碗的螺丝开始的，赶集，然后肚子饿了也会烫一些粉吃，所以演变出了一道美食是螺蛳粉。然后再到现在，对口味的要求越来越丰富，然后我们又用螺丝汤来把里面放入豆腐泡啊、鹌鹑蛋啊、芋头这些食材，就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螺丝鸭脚包。这个汤底的味道始终会有一点跟广东不一样，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浓郁一点。柳州螺蛳粉它更多的是这个螺丝的香。柳州山多水丰，盛产螺丝。螺丝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。俗话说：“3月螺丝满肚宰，7月螺丝任你采。”去柳江边摸螺，也成为柳州人独有的童年乐趣。哇，有螺！谁抓得多？螺丝跑了！好，来摸。摸到，放进来，真棒！我要摸的1颗啊？还有。摸起来。哎呦，你抓了这么多啊！一抓了。哎呦，好的。这边都给你剪完了。这是什么螺？你知道吗？这是石螺。哦，对了。我们做螺丝鸭脚包，螺蛳粉就是用的这个螺。汤底提鲜的秘诀，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石螺。像这个螺丝已经脱壳的情况下，就代表它已经熟透了，我们就可以准备炒了。蒜米、干辣椒、酸笋、生姜爆香，吐干净泥沙的主角石螺，这才身光颈亮登场。加点酱油和蚝油，鲜上加鲜。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儿重，而是讲究鲜。汤要鲜，固然少不了猪骨、鸡肉，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。加入我们的螺丝熬汤。即将起锅之际，旺哥手疾眼快，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，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逼迫出来。螺丝汤再淋入我们爆好的桐油，鲜香美味的螺丝鸭脚包的汤就好了。它的螺丝鸭脚包非常的入味，闻起来臭，也要吃起来好香。臭与不臭，重担全压在酸笋上。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，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。每年6到10月是采摘期，罗君华开始采收自家种植的竹笋。
今天要采400斤。一般而言，我们从山上竹林里面收下来，到去壳不要超过2个小时，到下缸腌制不要超过3个小时。腌制步骤相当简单，去壳、修笋头，洗净后整颗腌，无需切丝。腌制必须使用本地的山泉水，然后加入母水，也就是2年以上的老酸水。腌够3个月就能开坛下锅。老罗又来看你了吗？过来了。我在你那边山上呢。今年第1批腌制好的酸笋已经可以出缸。吴红每年都会如约而至，尝着第1口鲜。可以吧？这批酸笋好纯香，好黄爽的。这个腌呢最少10个月，我跟你讲，好合成地的。吴红采购食材，厨房的压力就由旺哥一人承担，他要独自准备今晚出摊的所有配菜。柳州螺丝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，各家有各家的味道。彪哥的标准是酥软易脱骨，要做到老年人也能大快朵颐。倒入炸好的鸭脚，清水没过，加入秘制卤料，小火慢调2小时。卤鸭脚的时候加一丢丢鸡粉就很鲜，再放点老抽来调色。事先爆制好的那个红油，我们来蒸一下。2小时后，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。一只完美的鸭脚，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保吸卤汁，骨头也能咯吱咯吱地吃掉。在厨房忙碌了5个小时，最后一锅芋头也已炸好。广西的荔浦芋头香甜软糯，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。所有配料准备就绪，旺哥把食材拉到摊位上和吴红会合。在家是夫妻，在店为战友，2人一起开摊，准备迎接新一轮的吃货大军。要等一下不？1份不辣，1份微辣。还没好，稍等一下再煮了。你要微辣中辣锅啊？旺哥是江西人，和吴红在广州相识，从大城市的销售转行回柳州学做鸭脚包，对2个外行来说挑战不小。我爸爸刚好身体不好，就问我要不要回来这边做螺丝鸭脚包。螺蛳粉还没火爆的时候，我们1天营业额最低80元。生意随着2夫妻业务的熟练逐渐好转。旺哥每天在厨房和摊位之间得忙碌18个小时，他没有什么生意秘诀，唯有坚持2字。坚持做好每一包鸭脚，有回头客才是一个厨子的最大荣耀。有一个南宁那边的小帅哥，一个人来这边旅游，路过这里吃了我们1碗螺丝鸭脚包之后来，他就觉得特别好吃，玩了6天就来吃了6天。和无数餐饮人一样，夫妻俩全年无休，起早摸黑，挨更抵夜。每当夜幕低垂，摊位撑起，招牌点亮，方寸之地就是他们必须奔赴的战场。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，螺丝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，汤底麻、辣、酸、鲜4味交织，主料螺丝、鸭脚2者交融，3五知己聚在一起，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，更是藏在火锅里的青春的记忆。